大家好，这里是袁某人的 S 赛赛事周报。S14的淘汰赛正打得如火如荼，经过瑞士轮的层层厮杀 ，LPL 4队齐聚8强，谁都没有想到的那个恐怖结局，最终还是没有发生。只能说瑞士轮的比赛确实是有魔力在，每天都激情，每晚都精彩。我晚上熬夜看秋千，早起黑眼看 A 股，真的是这辈子有啦。只能说幸好，微博和镖局都经受了考验，最终携手3-2是挺进了8强。LPL 连续2年都全部进入到了淘汰赛阶段。那本期你将会看到一人带4神的好兄弟 DK 连卖3张票完成了由2-0到2-3的淘汰壮举，贡献了第2轮的最大节目效果。而微博在经历了败局2落后于 Fnatic 的绝境后，通过反复激发概念神解散局的呼吸，完成了逆转。最终呢，在神人对抗中将 DK 斩于马下。而8强战单神更是出手，给我们展现了什么叫做教练 get。那你要问我本届 S 赛最让我揪心的队伍，那当然是 BLG 啦。作为1号种子，首轮就面临1-2的绝境，当然是出乎意料的。而糟糕的版本理解加上神人发挥，让他们打得极为挣扎。好在撑到了最后，3C 发力成功上岸8强。在经历了瑞士人的血战后呀，微博和 BLG 也终于开始迎来蜕变了。当然，因为本期写在8强战前，所以最激烈的8强内容呢，也只能简单聊聊打得比较早的2个 BO5。8强内容就等新一期的分析再聊。本期我们重点聊瑞士人后半段的几个关键局啊，我们通过这些局队伍的思考和具体情况，才能够更加清楚当下的版本基调和版本理解的迭代在了哪里。韩华和 Fly 的这个 BO3 同样变态，我估计很多人没看过，但我得讲啊，这场对我的启发还真的蛮大的，因为 LCK 的1号种子真的差点打不过北美稿子，只能说欧美那边的 BP 是真的不会让人失望。第一把上来就是什么蛇女螃蟹阿木木，上一次打 DK 我老婆就说选的有点像人机，现在直接转型大乱斗阵容了。而 Fly 的这个北美队啊，我对他们的评价就是除了英雄池一无是处，就真的很变态。这个队伍没有运营，没有纪律性，没有对线强度，但他们的 BP 选出来的阵容其实还真的挺有想象力的。他们的阵容就一句话，抱团贼烂。如果 Fly 的这边是常规阵容的话，那从9分钟 ZK 永恩对位单杀开始，就基本进入垃圾时间了。韩华双 C， 一个永恩一个卡车，这不随便赢吗？但 crazy 就 crazy 在 Fly 的这个阵容打团太有画面了，就他们打肉搏战就又强又无脑。你是韩华双 C， 你真不一定敢进场啊。阿木木大招、蛇女腹地、列娜塔和卡莉斯塔，还有一个虽然不肥但感觉存在感就是很爆的厄加特。22分钟的大龙团 ，Fly 的大招硬顶，感觉韩华团战打的完全没有脾气啊！一波0换4把局面全翻了，没男爵没龙魂，游戏很自然的拖了下去。一波团输完之后，韩华就更接不动团战了。就 Fly 的这个阵容肉搏起来夸张的离谱，只要抱团，韩华还真没人敢靠近。吃个蛇女大招你直接结束呀！中期我感觉韩华就是要烂完了的，你什么前期运营，什么视野优势没用的，我抱团往里挤，真的就跟大乱斗一样。小花生多兰也是在 Fly 的这种无解抱团下完全摸不着头脑，得亏 Viper 关键时候啊操作了一波，就没他这波1打2双杀提振士气，队伍估计就全晕掉了呀。当然，欧美的经典剧情就是，当你以为他真要赢的时候，他总会及时的给你拉一坨大的。我们很肥，要翻盘喽，但我们可不会买真眼哦。韩华意识到打团不行，开始直接抓单，北美就经典的葫芦娃送爷爷，直接就送走了。其实韩华第2把已经意识到 Fly 是一个没有操作、没有运营但兜里很多的队伍，所以他们按掉了蛇女。第2轮甚至把阿木木放上了班位，我操，泪目了。能看到 LCK 1号种子班阿木木真的活久见。我还以为你从来都不会选我呢。可 Fly 啊还在很活。Fly 这个队伍啊，他们是不跟 LPL 和 LCK 打训练赛的，就是怕暴露战术。而这次他们的底牌还有雪人，而韩华也是来了个挺有想象力的阵容，亚索加波比，杰拉大招不稳定嘛，那我就波比一来锁头，人造位，很有想象力但没屌用。其实我没看懂 Fly 这个阵容构成有什么思路，我感觉也没什么配合啊，唯一就是团战冲起来肉搏能力强。比 Apple 如果够肥，那真的挺无敌的。当然前期也是一模一样的美队剧情，没有运营，没有配合，但这个版本呢，对线期结束太快了，队伍啊很早就进入到了乱跑环节。此时小花生还没有来得及刷野，韩华就被 Fly 的各种怪抱团给打晕了。当然再晕 ，Fly 依旧是个变态队，卡莉斯塔加努努，这个斩杀线高的离谱了吧？结果是应该是没了，但是超走了。但这么变态的一个队伍，他就赢了1波团，然后韩华就再也打不过了。韩华的阵容真的是选的也很装逼啊，虽然这把 Viper 也很 C， 但只是一个 easy， 你是没有办法越强的。结果真的就是被 Fly 游龙了。就大家知道看完我什么感觉吗？就仿佛你大乱斗遇到对面巨好的阵容，然后你这边呢巨垃圾，你感觉你什么都比对面强，对面像傻逼一样，但你赢不了，因为你没有运营空间。这也坚定了这个版本我说的要玩自己的东西。每个队伍擅长的东西不一样，你如何在版本加持下选出合适你队伍的阵容真的很重要。Fly 就是连着2把拿
卡莉斯塔，保证了下路不会对线就劣势，然后上中也乱嗨，反正碰正面就很好打嘛，结果就真的给他偷到1分了。还好第3把韩华嗅到了卡莉斯塔的价值，直接ban掉，双方进入到了一个常规对位上，而 Z 卡和 Viper 也抓到了你美队的味道，就是 Fly 的对线强度太低了，知道你爱玩蛇女，那我就先拿塞拉斯啊，有点瞧不起人啊。塞拉斯打蛇女，理论上 Q 全躲就好打但理论是理论啊，可结果确实也是10分钟塞拉斯反压蛇女6刀。其实当 Fly 选出位，而韩华反手选到霞，我就知道结束了。对线打卡莎好打，团战不虚位的进场，主要是常规对局 Fly 真没有赢面，后面 Bevel 还整个3N 去打那儿，那我服了呀。这种上中野跟韩国队你去比换线运营，结果当然是不出所料的，只能讲很可惜吧。不过 Fly 的这个 BO3啊，给了我很大的震撼，那就是队伍的构成太重要了。在运营操作基本功全面落后的情况下 ，Fly 依靠着独特的英雄池硬是啃了1分，就很说明问题了。其实第3局的过程才是两队实力的正常展现，但正是因为独特的 BP， 反而 Fly 打出了越级的表现来。所以我还真的蛮期待 Fly 后面8强打跟级的 BO5的。你 BP 够怪，不是没有机会啃下1分甚至更多的呀。G2 和 T1 的这个 BO3啊，我其实没有想到最终的结局会是2-0这么干脆，甚至我觉得 G2 还挺有机会在这个 BO3 拿下 T1 的。原因有2嘛，第一是 T1 的状态不算特别满，虽然他们的对线机处理一如既往的优秀，到世界赛也是自动升格可打滔博，团战犯病把自己送走，那神吕布还被外卡线杀，而赢 BLG 也不够干脆利落，感觉得出 T1 依旧还是处在调整的阶段，它存在漏洞给 G2 抓。第二就是种子的顺位 ，G2 作为欧洲1号种子，他们是能够吃蓝的，而 Caps 的永恩熟练度没问题的情况下，使蓝方有更多的 BP 冗余，那 G2 就会更有优势一些。从2把 BP 结果，我觉得 T1 也选的比较一般，就真的 T1 选的很看操作。如果 T1 双 C 犯点毛病 ，G2 打的不那么急躁，那胜负是未知的呀。第1把是我认为 G2 做了很多设计的1把，5个班位全部给到下路，尤其是2轮连塔姆都搬了，摆明是要把冲阵效果拉满。其实我还蛮喜欢 G2 阵容的，虽然对线上上路会不好打，但中后期单带也好，开团的主动权也罢 ，G2 也是都有的玩的。刚开始即便是 Mixi 先送了1个，我都觉得还好，而下路很早的线杀更是让我产生了哇哦不会吧的念想。但欧美剧情过于传统了 ，G2 这个队伍会出现各种运营操作上的毛病，但他们下路属于纯纯的思想出了问题。Mixi 就不多说了，变态程度已经是毫无疑问的辅助封神榜第1，多说一句都是对观众时间的浪费。可 Hans 三妈这个人呢，真的是游戏理解有问题。T1 被德莱文这样拿头，都被迫换线了，他跟着不换其实没有问题嘛，武器打进其实是没有压力的，而他自己有暴风大剑，打9桶其实还蛮舒服的，包括这里越线压血，我觉得都 OK。可后面追是什么鬼啊？真把宙斯当寿司了是吧？毫无理由的一波被单杀呀！5级追6级，只有胆子没有操作，自己把节奏断了。然后最关键的潮虫团呢 ，G2 的操作也是稀烂，在 Caps 已经好大的情况下，德莱文还能控大，然后小帽也不干净，有闪的情况下被蝎子裸儿，就一波很有机会的团战被 T1 打成了人头互换，近2个人头到手就缓了过来。然后大家要明白，两队的运营水平不在一个层次的。T1 虽然给了5重，但2条龙在手，那 G2 就基本没什么机会了。T1 不是一个会送的队伍，他们只需要打前不停的转线，等 G2 自己送就行了。G2 这个队伍想要赢 T1 就一定要抱团赢团，但看到 G2 前期没龙，就没有逼团的什么契机，那中期 G2 就打得会很干燥。说白了就是不围绕资源团的乱团，那这种就不配赢啊。而来到第2局 ，G2 在 BP 端的调整，我觉得也蛮好的，办掉了第1把肉过头的蝎子，继而抢那儿，后续围绕着梦魇组冲阵，在赢下第1局后 ，T1 也没有说要改变什么嘛。然后前中期的过程也极其类似 ，Mixi 一如既往的游荡乱送，成功的把主导权让给了 T1。这场 T1 依旧是很坚决的控龙，在潮虫上不做过多无意义的尝试，这是 T1 运营上领先的地方。如果是以前版本，那毫无疑问会是 T1 运营杀猪局，但这个版本当一方拿到了肉搏能力足够强的阵容时，团战就非常容易打出逆转。中期 T1 一波着急越塔，G2 打出人头交换，随后的中路塔下又是一波大混战。可以看到抱团极其紧凑的 G2 居然在劣势的情况下，很轻松的把阵型分散的 T1 给逐个击破了。这就是这个版本肉搏阵容的魅力。好在 T1 这把前期控资源控得很坚决，而 G2 就是会送的，轮流嗨起来没什么纪律性。资源上呢 ，G2 拿不到东西 ，T1 拿下土龙魂后，武器却被梦魇飞死。这时 G2 已经可以终结比赛了，晋家狐狸很难去守男爵 buff， 但大欧老师藏了1年，又是世界赛开始状态好起来了，一波怒抢男爵挽救 T1。当游戏进入到大后期时 ，G2 反而团战没那么勇了。这个阶段梦魇不敢无脑进后排了。接下来就是很经典的复刻，在 MSI 的时候 G2 打 T1 就是大优势，然后一直久攻不下，最后操作变形，判断下滑。这局当 G2 破了3路，反而有点推不下去的时候，就有他们要出问题的预感。相比 T1 这个队伍，真的就属于敌人越急他们越冷静。虽然整局游戏 T1 也不是没有失误，但他们就是能够很好的做到他们能做到的地方。尤其是 Owner 啊，真的越来越冷静了。说实话，这个 BO3 看完，一些熟悉的记忆开始涌上心头了。当然，我并不认为 T1 他回到了全盛时期，原因就在于 T1 的前中期进攻虽然已经足够犀利，但依旧
就是不够流畅的。就 T1 如果能够打出一局从头到尾对手还不了手，能够无限压制的对局节奏，那基本就能回归大圆满。目前来讲 T1 回归了7成功力，那这算一个好消息吧，对我们来讲。可世界赛的 T1 呢，永远值得警惕，也希望滔博能够和 T1 打出精彩的 BO5 吧。那接下来我们从瑞士轮开始聊聊 BLG 的迭代和困境。第一关来自老朋友 PSG， 说实话，其实这场比赛开打前 BLG 的状态是极其令人揪心的呀。牛肉面的诅咒1-2氛围上的低迷，加上临时换勋，就太多底 buff 在了。而 PSG 这个队伍恰恰是我认为 BLG 不好应对的队伍的类型。PSG 的优缺点极其明显，他们的优点是换线处理强，运营能力也不错 ，BP 也算扎实，他们可以把游戏的节奏拉得很慢。当然缺点也明显，那就是 C 位不够 C， 操作和团战的处理不够好，输给 Fly 和韩华都是前期运营的有模有样，那团战一碰就碎。而第一场 PSG 距离拿下比赛也就差那么一步了，无论是对线期还是控资源 ，PSG 各方面都做得相当到位。在中期第3条听牌龙团上 ，PSG 在很轻松的击溃 BLG 后，我说实话，不好的记忆是疯狂涌上心头的。BLG 的阵容构成是很标准的大招流，需要开个好团打出好的 combo， 可 PSG 的凯南和永恩却是阻挡 BLG 跟伤害的最大麻烦。而万幸的是 ，PSG 的 C 位啊，团战处理真的一坨，28分钟这波龙魂团 ，BLG 落后8000，且双 C 没闪，甚至女枪还缺乏关键性的大招，你可以说劣势的不能再劣势了。而 PSG 无论是拿下龙还是给龙找击杀，都能够很好的拿下比赛。但这波团战，阿智站了出来，做了最顶级的战犯。同时，这波团战除了打扫战场的 Elk 和冰外，走位躲掉猪妹大招，成功把技能扔完的左手也是同样立大功的。游戏进入到大后期，你 C 位装备都起来，脆皮容错也越来越小了，那 PSG 就很自然的开始犯脱节的毛病了。翻盘这一局呢，是两边都松了一口气 ，PSG 是松了心气，而 BLG 是从悬崖边走了回来。好在第2局 BLG 总算是把抗头位留给左手了。打 PSG 的整个 BO3 本质就是硬吃，那 BLG 是没有什么版本理解上的领先的。就我一直反复和大家强调，这个版本要打自己的东西嘛，但自己的东西它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我们更具体一点来讲，就是这个版本你无论是冲阵还是保护阵型，你都是可以玩的。但最后团战它一定会回归到肉搏的画面里。那肉搏的团战下面，你的队伍英雄池里面有什么好牌可以限制对面 C 位的输出，或者保护自己 C 位能很舒服的输出呢？那每个队伍不一样，答案自然也不同。而此时 BLG 就是很迷茫，你不迷茫是不可能出现什么先拿杰斯，然后把霞洛给到对面这么一个 BP 的。这把 Betty 和乌迪啊操作好一点，下路啊他们还真有 C 的空间的。而打 G2 这场 BO3 本质就是 BP 完就结束了的局。第一把 G2 自己放蝎子和武器，然后抢发条，哈哈无敌了。就发条梦魇这个组合到底垃圾在哪儿呢？就本质就是你选出来它必然是一个冲阵，但梦魇和发条的持续伤害相当不足，所以你拿梦魇和发条就一定要配能够持续输出的边路。但此时你如果搭配的是进场的辅助，那你 C 位就很难跟输出了。你不配进场的辅助，梦魇自己飞基本就会送。所以当时根基的选择是阿罗拉梦魇，而不是更笨重的发条。而下路也是老鼠，或者说能够自己找输出环境的卡莉斯塔。所以第一把兵啊拿到武器还有蝎子这样的前排后 ，K 皇他选一个不怕切的妖姬就很舒服了呀。当然按现在的理解啊，这里出塞拉斯就更棒了。其实可以看到 G2 的理解就是很偏向于冲阵大招流的这么一个路子，但实际上 G2 你开谁都杀不掉，后期打团卡莎和武器的持续作战，加上妖姬的切入，威胁也都是很大的。所以第一把赢的也相当轻松。可第2局当 G2 半掉武器抢下蝎子，并且在 BLG 拿走纳尔尼可后，直接塞拉斯就绝杀这局 BP 了。亚索好打纳尔，塞拉斯虽然打尼可压力大，但这个版本对线啊输一点刀子你真没事儿，你只要团战有发挥的画面就行了。而 BLG 本身是想好了像滔博那样用赵信解蝎子，可这塞拉斯一出啊，赵信拿的就很不舒服了。而2轮 BLG 也没有尝试去限制塞拉斯这个点，这里先拿起来肯定是没有落的嘛。但 BLG 如果拿 EZ 这把 G2 他也不是进场啊，所以效果就很一般，很容易混。选择了能 C 的霞，最后配的却是列娜塔，就有点为了对线忽略团战了。我个人觉得布隆更好一点吧。面对亚索和塞拉斯的肉搏，布隆的控制会让 G2 更忌惮一点。一个不好发挥的阵容，在欧恩送了一波后就结束了呀。这个版本如果你 BP 够好，其实小送一下影响真没有那么大的，但阵容太烂，送一下游戏就直接结束了。而第3局 G2 其实差一点点就能够靠 BP 把 BLG 送走了。BLG 的 BP 策略此时相当单调，拿蝎子，然后我尽量拿团战猛的英雄嘛。而这把 G2 则是拿了卡莉斯塔后，组成了一个肉搏相当厉害的阵容，而最后的瑞兹也能够补足阵容单带的点。BLG 又是只能打团的一局嘛，而这局左手的操作空间其实很小的。塞拉斯打右边这种肉搏阵容，他真的很怕吃控直接死，除了赵信他也没有很好的大招。可以看到中期双方在肉搏的碰撞上 ，G2 随便捏着 BLG 的前排打。好在 BLG 的操作啊确实好，3C 都太敢操作了，尤其是 Knight 的塞拉斯，他的操作压力是最大的。你但凡是个塞拉斯玩家，你都应该知道 Knight 这把的含金量啊，真的是刀锋舔血，团战只要失误一点就会零作用直接死。而 G2 还是那个经典的欧美
剧情就真的失误太多了，选手极其缺乏大局观，导致了给 BLG 他操作的机会，不然24分钟这波男爵团 G2 就直接杀死比赛了。这把 Hans 萨玛也是给了大机会，他跟 MSI 时候一样啊，这出装理解真的有大问题。这把他居然选择第4件先出智慧默认，最后一波团战如果他选的是假修，他团战的站位选择会丰富极多，因为 G2 完全可以靠着瑞兹的 1W 点一个杀一个。BLG 他第一波大招下来以后啊，宝石反手开大，大家肉搏战的情况下，卡丽萨是很容易操作的，你别给塞拉斯一刀你就基本死不了，而他出智慧默认就真的太脆了，大家别小瞧2件装备差的那几百血量和护甲，你血量一低你就真不敢进场操作了。欧人真的就是有想法有办法，但太多细节问题了。相比 Elk 最后一波的勇敢进场，那胜利就是最好的褒奖。要是啊他不敢进拉开了，对面补给完再去吃男爵，哎，我们真的就急了，只能说幸好有你。而赢下 G2 面对韩华，说实话呀，当第一把选出经典瑞士轮团战大招流时，我真的有点一口气喘不上来。团战阵容不是不行，但前提是你的阵容真能威胁到对手。当然，我觉得第一把的 BP 也有点中计吧，主要是还是没想到韩华那么果断的会一抢塞拉斯。我感觉很多队伍会把狐狸当做阿罗拉的下位替代吧，但我要强调这个版本肉搏太激烈了，狐狸这种游离在团战边缘的技能法师实际上是很难发挥的。他不是说也真不行，但你队伍啊得有持续的伤害来源作为补充。第一把 BLG 的女枪兰博就属于持续输出完全不如韩华的选择，你摸不到对面输出，大招能打谁呢？所以选完直接走。好在第二把 BLG 是果断调整了。如果说微博构筑的是自己的理解，那么 BLG 其实就是想着限制下韩华，边限制对手，然后边找自己擅长的，那这点还是挺重要的。在中间休息的几天 ，BLG 其实做的最多的提升并不是 BP 上，而是在换线上，他们的换线处理提升了非常非常多。BLG 主动去抓换线，反而次开局都把多兰弄麻了，这个进步就直接影响到 BO5 的走势了。韩华以为换线会助力多兰，实际上反而挖坑把多兰给埋了。其实第2局韩华放永恩试着解 BLG 压力也是有的，韩华是交换到了蝎子和纳尔，那都是很优质的英雄，但 BLG 最终是在2轮 pick， 不能说眼前一亮吧，起码没犯错。你霞洛一拿，我不怕你蝎子牛头开团呀，你卡莎也不好飞嘛。然后左手的永恩也能和多兰去单带，前期换线设计又完爆韩华，那赢的就很流畅很轻松啊。这狐狸确实是没点逼用啊。第3把韩华又是经典梦魇狐狸配武器想冲阵，但 BLG 的应对是纳尔塞拉斯加猴子，就肉搏呗，谁怕谁。这个版本你肉搏能力强就真的好赢啊。梦魇狐狸是抓机会的阵容，肉搏能力很一般，而这把谢天谢地的是很早的出了艾希。你说艾希怕不怕被飞？其实只有一个梦魇还真还好，你甚至看到 Viper 掏泽利这种英雄了呀。而最后一把加里奥千珏终于眼前一亮了，你就该这样啊。就我觉得这个 BO5 最让人惊奇的，除了换线能力的提升外， BLG 也证明了上熏的价值。就是我换上熏要的是什么？是熏的英雄池，是熏能够选一些打架厉害的角色。其实打韩华的这个 BO5， 我不认为 BLG 他是做到什么 BP 的全面领先，其实就是能打都有赢面，绝对不是说你选完就等赢了。但对于看了很多场选完就等输的局，你能够做到 BP 60开甚至55开，你就已经可以说的一句尬的尾了。因为多兰稳定突破就没问题啊。其实这个 BO5 非常好看，在 BP 不挖坑的情况下， BLG 展现了他们真正强大的地方。你肌肉撸啊撸才是 best 的撸啊撸啊，你就是肉搏打架才好看嘛。BLG 的3C 你操作就是没得说，太爽了。这个 BO5 看的，作为对手韩华展现的操作高光也有很多，如果没有第一把那种拉低 BO5 档次的 BP 就更好了。当然我们更得谢谢好兄弟多兰啊，年年给我们LPL观众送福利，我真的哭死。只能说啊，虚哥和蓝哥相比，我还是觉得我们蓝哥牛皮。总之击败 LCK 的1号种子总算是一扫阴霾了。其实 BLG 擅长的阵容包括选角方向和微博的理解还真的区别挺大的，所以我非常期待后续2队的4强战。 BLG 我感觉也不是说 BP 他多有思路，但能够发挥出选手的上限真的就够了呀。这个 BO5 其实就是靠兵和手去打破 BP 平衡的，你拿塞拉斯效果好我也能拿，你再拿我还有应对牌，左手的英雄池你早这么用嘛。自己的版本理解在这个版本真的很重要，你抄别人的真的死得太快了。韩华本来有小火龙打永恩的，如果他们真选他们擅长的小火龙大树半掉塞拉斯，然后自己去当乌龟， BLG 的 BP 还真不一定有解法。结果硬去抄狐狸，想跟 BLG 拼对抗，结果自己隐身2把呀，那就是自作自受了。像 BLG 之前选的什么镜女枪，这适合 Elk 吗？你就选，给卡莎这种能操作的早就通过瑞士轮了。相信自己，真的要相信自己啊。最后聊聊永远有节目效果的微博剧。瑞士轮作为一个螺旋进步的版本，微博走的同样并不顺畅，甚至可以说有点艰难吧。但这是一个有丹尼的队伍，单纯最屌的一点啊，不是说他的 BP 每一把都毫无破绽或者怎么样，而是这个人他真的会主动的去思考版本的迭代。虽然去年也确实被 T1 算死了，但劳丹的游戏理解我认为还是很屌的。所以我们从瑞士轮的一场场 BP 啊，我们来看看单神和微博的游戏理解怎么迭代的。他真的让我见识到了什么叫做杀不死我的终究会让我更强。在首战和 Fnatic 的比赛里，我们可以看到处于版本理解初阶段的微博，他们第一把是红色方式， Fnatic 选择扮阿罗拉，逼微博扮永恩，随后抢打野一个蝎子，而微博的应对却是鳄鱼
鱼加卢锡安加豹女的极致进攻，我通过抢中上线权极致提速，希望就是资源全控速龙取胜。后2手的日女女枪也就是补一下阵容的团战曲线。此时的微博啊，我认为对版本的理解和第一轮区别是不大的，核心还是拿线权加控资源。这场就是觉得哎呀，欧洲人喜欢拖后期，所以我前期速攻解决掉。但微博的犯病已经说了1年了，拿到前期所有中立资源的微博，由于刘青松绕后远过于深入，打了一波不太该打的团战，鳄鱼闪现咬错，豹女无人问津，一波0换4，游戏结束了呀。虽然微博的双 C 够肥，但我之前反复跟大家强调了，这个版本肉搏阵容是不讲理的。微博虽然阵容拉扯能力不错，但你几乎无法阻止 Fnatic 的落位。Fnatic 要单带有单带，要正面有正面，几乎每一波团战 Fnatic 都能够很轻易的挤过来。而此时微博还处在爱绕的理解里，所以也是很自然的输掉了第一把。此时处在悬崖边的微博在第2场的 BP 就比较正统，在 Fnatic 红四方主动承担了永恩、阿罗拉的班位后，微博抢蝎子，然后拿武器撑单带，而面对魏加狐狸的锁头，也是选了万金油的发条。前3手就属于什么都有的类型嘛。此时呢 Fnatic 的游戏理解和微博也差不太多，我们都是团战阵容，如果能够补点单带就补，如果熟练度不够就算。而 Fnatic 的上单是不玩纳尔的，他夏季赛只玩过1把，虽然赢了，但数据也是1-7，那基本懂的都懂了。所以 Fnatic 在1楼所下的是锁头、冲阵加瑞尔，加上微博自己也自办了波比，后续就是很自然的在2轮补了女枪加兰博，妥妥的大招流。而微博没侠没牛，就是比较朴素的挂个 EZ 单带，然后选落出来也是自己玩嘛。可以说此时的微博也没有太多的一个游戏思路，比赛的过程也比较让人揪心。武器现在属于老黑的上位替代，因为现在在换线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而打兰博自然也是要做换线的。但开局1级的入野设计上来就吃亏了，后续更多的也是靠着个人能力来打。Fnatic 这种标准的团战阵容，前期有龙入账也很舒服。微博虽然靠着重加置换经济稍有领先，但可以看到19分钟的这波团战，微博只靠蝎子你基本落不了位。Fnatic 的大招阵容卡住位置后太猛了。说真的 ，Fnatic 控了3条龙还是水龙魂的情况下，我是有点绝望的。可正值这种解散时刻，呼吸爆发了呀！先是刘青松的落，莫名其妙的和魏扭打在一起，被强开瞬秒。随后呢，劳赞的蝎子幽默 E 擦身而过，幸亏塔赞啊临死前大招交了出来，给微博的3C 有了操作空间，用操作将一波裂开的团战稳了下来。那微博这个阵容边带端 Fnatic 是管不了的，他们只能寄希望于下一条龙能够拿到龙魂。而这波 EZ 拿到4杀后，其实输出 Fnatic 有点吃不住了。而呼吸上一波团战留下来的眼，也成为了杀死比赛的关键。强开加大招流，最怕的就是没有一个合适的大招释放位置，而 WBG 用绕后切入直接杀死了比赛。而最后一把微博在看到 Fnatic 3班中路后选择抢掉 Humanoid 的狐狸，拆 Fnatic 的狐狸位体系。那 Fnatic 则认为呢，上一把武器的价值最大，所以是抢走武器，最后补了一个乌鸦。不过我觉得 Fnatic 已经是 BP 做歪掉了，因为无论是狐狸还是 EZ， 虽然劣势很难发挥，但军事和优势 Fnatic 是限制不了的。为何武器其实切入也是差点味道嘛？而且 Fnatic 这个队伍的操作和判断都是比较土味的，就属于没有太多运营能力的队伍，主打的还就是一个抱团。这把塔赞也是一如既往的稳定，前期抓中控6重，而呼吸哥在这种解散局也是稳稳的压制住了武器的发育。Fnatic 这把没选择换线啊，就说明他们对武器这个英雄的价值是完全不了解的。后面就属于微博比较土味的控图，哎，我打团，这把刘青松还是比较晕的一个状态吧，全场下饭操作不断，但好在蝎子作为前排太稳定了，而呼吸上路更是完全通关压制。23分钟的这波男爵团劳赞的惩戒也没有手软，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强开阵容，如果你不能第一时间减员，那后续进入到贴脸肉搏战时，持续伤害就是很吃亏的。这把为何武器能切进去，但炸弹人和乌鸦能够提供的持续伤害实在太低了。落的绕已经给了机会，但 Fnatic 就没伤害啊，只能说选乌鸦的价值没打出来吧。当然拿下 Fnatic 只能算正常发挥，接下来和 DK 的 BO3 才是真正的挑战。虽然 DK 的游戏内容确实打的也极其夸张，但微博此时啊也是很犯病的。微博呢，他是还没梳理出属于他们的版本理解。好在打 DK 的这个 BO3，微博开始逐步的掌握 BB 上的变化。第一场的前3班和前3选都很常规，在永恩、蝎子、阿罗拉都没有的情况下 ，DK 抢走了肉搏能力很强的卡列，而微博则顺着小虎的英雄池拿走了梦魇和发条。由于没有位嘛 ，DK 只能选择有位移的妖姬去单挂。前3手微博就很版本的选择吧，而拿到武器后，微博也是马上按掉了老黑和酒桶，将换线的主动权会在微博的手里。第2轮，微博更是直接亮剑了女警拉克斯这样的强换线组合。那 DK 在看到你选女警后，也是知道微博这把不想换线了，于是决定提速上半区。一开始想鳄鱼加盲僧究极战士对抗，后面看看微博的长手也知道鳄鱼这个英雄团战发挥不了，于是转拿兰博啊，这点 DK 是在 BB 上做得好的。而我最喜欢的 pick 还是这手盲僧。从游戏内容来讲啊，盲僧其实给了很多机会 ，Lucy 的作为小将明显很紧张，打得不够松弛，但中野的高机动性其实不太怕梦魇发条的切入，而女警拉克斯也是保牌射手，你梦魇进去的话，只有贾克斯能跟，这就和 Fnatic 遇到的问题有点像了，就你切进去，你面对雷纳塔的反手压力是很大的。微博我有开团 ，C 位手也够长，但没有人能够顶位置给他打去拿资源，尤其是Showmaker的妖姬发育还不错的情况下，所以就微博他有 C 位的输出，但这个输出打不出来，你获取不到
后卫的优势。就梦魇发条这对组合，其实最大的问题还是配合难度真挺大的，而且发条和梦魇伤害量是不太够的，很容易出纰漏。而微博此时的竞技状态也很一般，相比卡莉斯塔的价值就比较直观了。作为这个版本唯一能够出肉的英雄，他配上列娜塔，确实你不怕你切啊。32分钟的这波中路团可以看到，双方都选择了绕，只是一边绕的是武器，一边绕的是盲僧。那借弓加守望者铠甲的卡莉斯塔就扛了多久的输出啊？大家可以看这场比赛给我最大的思考就是，女警拉克斯这样的一个长手 C 位，搭配各方面都比较均衡的中上野，却并没有拿到该有的传战价值。我认为核心就在于两队不管是你绕我还是我绕你，双方最终都会搅在一起，射程优势其实不太看得出来。发条加梦魇即便能够大中后排，微博的下路也第一时间跟不上输出，反而劳赞自己是撑不住的。卡莉斯塔加妖姬对后排的威胁确实太大，你冲我我不怕，我冲你你受不了。微博阵容他缺乏前排的那堵墙 ，DK 最终他是完成了大后期的团战逆转，这也是我确信这个版本肉搏阵容价值更高的一场比赛。好在丹尼马上是闻到了味道，来到了蓝色方的微博，马上办掉了卡莉斯塔和妖姬，而 DK 则办掉了蝎子和猪，大家都把永恩和阿罗拉放了出来。微博是没有猪硬拿的永恩，而 DK 则是收下阿罗拉和梦魇，这手是吃了点亏的。可微博存在永恩的中上摇摆，所以这亏不得不吃。而此时就得说丹尼的高明之处了，就是我们组阵容的逻辑往往是一抢高价值的阵容，然后我们围绕它来做阵容构筑吧。可这把呢，微博在拿到永恩没有猪的情况下，他们马上就把阵容的思路转为防守，马上拿走纳尔和 EZ， 逼得 DK 在武器和卡莎中做选择。那我是 DK 教练，我肯定信 Amy 啊，这 Kingdom 神人1秒都信不了。DK 的阵容其实团战价值已经很高了，二轮主要还得想想怎么在边带做文章嘛，毕竟微博它是一个永恩加纳尔。于是呢 ，DK 是直接抢走了青钢影，把冲阵拉到底。其实到这里微博有点不好出英雄了，得补 AP 打野的情况下，正常就是杰拉火男里2、3选1。好在劳赞的火男是超级绝活，给没怎么看下季赛的观众说一下，劳赞的火男算是 LPL 第1了，熟练度高的一逼。但即便如此，没有位移的他也很容易成为 DK 开刀的目标，所以这把他的压力是很大的。而辅助位的选择，两边选的我认为都不是很好吧。按我的理解，这个版本对线期他分不出胜负，在这种情况下，微博拿布隆会好一些，不需要你开团嘛，你就落位控资源就行。而且拿布隆，微博可以围绕着布隆的一级做一点布置，而 DK 选洛这种更灵活的辅助会更好一些。但莫罕在整个夏季赛都没有玩过洛，那你就没办法呀。这把所以就是看双方打野前期的处理了，你谁优势谁就碾压。DK 这个阵容的冲脸画面是很强的，而微博阵容就得看塔尔赞的发挥了，他出问题，微博中期就一点伤害没有。永恩、EZ 加纳尔都是很单挂的角色，他也没什么 combo， 但这把塔尔赞真就顶住了。首先是第一条龙，劳赞的神级判断，第一波潮虫梦魇是不可能溜的。这种情况下 ，Lucy 的选择更早的5分钟一到就偷吃小龙，我更早的去速龙拿优势，这个思路很好。但塔尔赞和小虎的经验更好，小虎推完线是去梦魇的红区打探照了，那这个探照发现了 Lucy 的 F6没刷，而这个信息劳赞敏锐的捕捉到了，他觉得我都刷到 F6了，梦魇怎么也该刷到这儿了吧？此时呢，本应该往上刷的火男就留了个心眼，先去小龙处打了个探照，随后更是夫目前犯的抢走小龙。说实话，这波 Lucy 的还真没有什么办法，就是被前辈教育了，梦魇4级打龙贼慢，那你还被抢了，这不就巨伤节奏了？而火男接盘小龙，你再去控虫，直接就舒服了。而 DK 在后续的关键潮虫团上也错误的判断了火男的吃潮虫速度，而且 DK 还犯了一个致命的失误，就是站得太散了，修 make 也在绕，然后青钢影也在等，梦魇更是要拉开一些嘛，那正面你就一个魔罕，你其实抢不到什么位置，反而是微博强开了。这波团战呢，魔罕又极其幽默，然后 King 也是一如既往的死得很自然，就想象中的团战是一点没有打出来。而来到解散局，我只能讲微博啊，每个人都展现了惊人的冷静与控制力，或者说他选这种不冲后排，老老实实开前排打激火的阵容才是微博擅长的。瑞士轮的主流阵容冲阵很多，你打到最后都会变成互切后排，这种情况下单带点的发育就很关键，因为它往往能够成为收割战场的角色。但微博他们抛弃了永恩的切入，转而把整个阵容往保牌方向走，再加上 DK 确实也是很磨叽的队伍，所以双打着打着 DK 经济就烂完了。这是呼吸清醒了，绕个勾拔我就老老实实跟牛牛一起打前排，那不随便赢吗？而 DK 永远则是中上想绕，但又真的不敢去开，结果就是微博抱团狂弄 DK 走正面的野辅。这把 Amy 卡莎发育没问题啊，也有操作，但没有一点环境，尤其是 Lucy 的梦魇，你波波都死，然后也去烂完。梦魇是个很笨重的英雄，劣势了被抓完全跑不了，结果就是30分钟加没了，他的血手都出不来。微博通过这场思路的转换，找到了适合他们赢游戏的方式。在瑞士轮，大部分队伍都围绕着永恩、阿罗拉这种版本 OP 去组建各种强台阵容，所以双方的阵容就很容易变成你操我后排，我操你后排，双方对着绞肉嘛。但微博发现绞在一起既然避免不了，那我为何不增加保牌能力呢？于是我们就看到了第3局，当 DK 选出位后，微博的神之一手莫甘娜。这个版本我一直强调一点，就是每个队伍你要玩自己的东西，所有的版本理解应该是围绕着你选手擅长的阵容进
进行调整。而微博今年更擅长就是打保牌体系，一整年微博粉丝都不知道被微博逆天的绕后搞破防多少次了，扬长避短，你还真没问题。如果我们不看双方的 BP， 我们只看阵容构成，按当时瑞士轮的主流思路啊，其实微博的理解要多纯有多纯，只有阿罗拉一个开团，而且开团了也没有什么 LE 可言 ，EZ 作为输出点也是偏软的，阵容几乎没有切入。再看 DK 阵容，永恩、魏、强开双战士对抗强度极高，女枪瑞尔打团对线质量也都不错，而且酒桶虽然偏混，但能够补阵容的 AP 曲线，同时也能围绕着酒桶去做换线抗压，好像挺像那么回事儿的。这也是这个版本我认为有趣的地方，那就是阵容的克制链条在当下版本极其重要。永恩魏的锁头看似美好，但微博的抱团质量很高，布隆和莫甘娜组成的保后排阵容会让永恩和魏几乎进场你就很难回去。而酒桶看似是换线不错的选择，但布隆的前期作战能力很强，配合莫甘娜能够放大微博的越塔能力。可以说 BP 完了，微博在每个点位都对 DK 进行了反制，然后前期越塔给纳尔拿到优势，所有野辅抱团打各种小资源团，这时你就能发现劣势方的 DK 和上一把一样，你能强开，但你不敢开，你伤害不够。而永恩的发育周期太久了，想无脑的把微博的后排切完，你要么是超级大后期4、5件以后，要么你就得绕。当然中期啊，微博依旧因为冒进给了 DK 打出他们希望的团战画面，但失误本身就是正常的游戏内容，你的阵容有容错，选手有希望，你送1、2次又怎样？而且选出保牌方面的阵容构成后，大家可以发现之前总迷路的刘劲松明显状态回暖了。相比 DK 说实话基本上心态全面爆炸了。 Lucy 的和莫罕虽然人晕，但好歹是小将新人，你可以理解，但 Showmaker 和 Kingen 打成这样就有点太过于发挥下限了。Aiming 啊就该跟他们一起彻底发狂，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呢。而从 DK 手里充了电的微博在后续8强里彻底爆发，面对3-0强势晋级的 LNG， 微博打出了教练 gap 和游戏理解 gap。我们继续重点说两队在阵容构筑上的差距吧。LNG 第一把是主动选红，他们应该是觉得瑞士轮自己红色方一把没输嘛，所以吃红延续自己的 BP 逻辑。那每个队伍理解不一样，我觉得有尝试是没问题的，但他选的不够红色方，就没有太把 counter 效果打出来。原因就在于微博他提早按掉了能够搭配梦魇和魏这样强进场的英雄，兰博尼口都是配梦魇配魏很好的搭配，而搬掉塞拉斯更是一副要给小虎抢狐狸的样子，顺便还把纳尔的优先级也给拔高了。而 LNG 顺势拿狐狸，然后锁下紫卡，自信且打纳尔和武器都很看手法的鳄鱼啊，可以理解吧？但微博拿下发条和艾希这个无位移双 C 后 ，LNG 直接就选了梦魇，然后搬布隆这个宝牌和版本目前打换线战术最好的武器，让自己的冲阵体系更为完善，一切都很顺理成章嘛。可2轮 BP LNG 就走进陷阱了，因为微博有艾希啊，且波比还在外面，加上可能嘎啦熟练度不够 ，LNG 是没有拿卡莉斯塔的，而是选择了中庸的镜。LNG 的阵容实际上是一脸瑞士轮早期的理解，就什么都有，什么都没有。论持续输出，纳尔、发条、艾希拉打极强；论开团，微博有洛有蝎子，打节拍完全够了。LNG 的理解很像 T1 打 G2 展现的那样，我更看重节奏。但从游戏内容来看，微博是把你算死了。在 LNG 看来，微博拿了好打鳄鱼的纳尔，大概率不会选择换线，纳尔怕什么呢？怕的是连体。而 LNG 的中野去边线和鳄鱼连体的能力是无敌的，这也是为什么 LNG 知道呼吸纳尔上一轮表现出色，却依旧放出来的原因。LNG 觉得我拿这种中野，只要发育到6级，这主导权不全是我的呀。但微博换线了，而这个换线抓的就是你梦魇加镜，换线很垃圾。纳尔不是一个换线的好选择，但围绕着纳尔微博也有设计，那就是快推斩怒。而梦魇镜又不是特别厉害的越塔组合，从越塔操作来讲 ，LNG 也没做错什么，但就是越的很艰难。结果是一个2换2，纳尔拿了人头和兵线，鳄鱼血亏。对于 LNG 来讲，这个塔又不得不回，因为鳄鱼呢是不能接受自爆的，作为短手等级对鳄鱼太重要了。可以说选出鳄鱼和镜 ，LNG 就已经晕了。而有线权后配合艾希的留人家探照，微博可以肆无忌惮的军训鳄鱼。蝎子我不刷也就压制啊，而梦魇除了含泪刷野，你也做不了任何事情。镜加瑞尔对纳尔也没有威胁，这个走势啊 ，LNG 开局就崩了。好在微博还是一个会给机会的队伍，呼吸5级打3级还有布甲鞋，结果依旧被紫卡的鳄鱼换血换到大残，然后给了 LNG 抓死他的机会。最终微博在潮虫这里又输了一波大的，但微博展现他们的阵容理解，此时90%的队伍啊都会选择把剩下的潮虫打完，尽快的刷出2轮潮虫，为纳尔的单带铺路。但微博是选择抱团，狠狠的抱团，同时把龙的优先级提上来。我之前反复跟大家说过，这个版本中期有龙有边带，你就有主动权。可纳尔虽然肥，可面对 LNG 的中野，你不敢带太深，所以微博坚定控龙是没问题的。我们可以看到脱节情况下 ，LNG 的中野冲起来确实 C 位也活不了，但一套打完 ，LNG 的持续作战能力就很疲软了。后续微博就是抱团，然后发育不给 LNG 抓单的机会。中期双方的经济是几乎平的，但此刻微博阵容理解开始发威了，他们落位能力就太强了。第3条龙团的时间，其实 LNG 都处在英雄强势期嘛，但你会发现 LNG 完全没有挤过去的能力，微博抱团落位的能力太强，行直接被开就死了呀。同样的位置，你换鳄鱼换梦魇也都是要死的呀。就 LNG 的打团想法就是切，但切进去伤害够不够先不说，但你正面抢不了位置，那你连对手的信息都没有，你怎么切？于是又只能开龟。何况即便 LNG 生切死了艾希，也有纳尔这个小维了，所以后续有龙的微博就变成了一个很轻松的平推局。微博这个阵容怕就怕在对线期太久，纳尔被持续针对，但微博通过出色的换线处理完全规避了这一点。而且更重要的是
啥？微博它不是选择了一个适合换线的英雄所以换线，而是基于你的阵容去做的战术反制，这就很恐怖了。而第二把微博也是把同样的这套理解展现的淋漓尽致。其实给永恩自己拿阿罗拉很正常，但你依旧第二手艾希，要知道这艾希一拿，大概率你要面对的是永恩家主角武器的这样一个冲阵，就有必要优先级那么高吗？实际上我们就看一波团就懂微博拿艾希的价值了。18分钟整体落后经济4000，除了辅助位外全面落后。先别问为什么落后，勇哥熟练度低一点罢了。但可以注意到微博如何是来争这条龙。艾希无人机开路，确认位置，随后上野辅往里挤。RNG 这个阵容只有 EZ 稍微能 poke 一下，但几乎阻挡不了太多。然后艾希给大佬开团，得亏是 EZ 有进化能解啊，否则换猪妹换日女都要被碾死。最起码闪是要交的。而后微博的前排往前一卡，这草丛一站，这条龙就这么收了。这可是落后4000呐。那 LNG 他把武器叫来，正面会解决这个问题吗？不会，除非武器能够有直击 Q 到艾希的距离，否则他根本吃不了微博的控制。就艾希的粘人配合整个阵容的控制，他们是拥有无限的落位权的。你让一个零韧性的永恩怎么进场呢？第二把阿木木加列娜塔实际上就是一个反手，他要的是威慑，让你不敢进后排。其实不是门牙塔前呼吸和 Light 接连失误，我觉得微博这把抱团也是真的会平推的，只是可惜呼吸站位靠前导致了脱节，而 Light 没有闪掉这个反击风暴，属于操作比较可惜吧。但这种失误在BO5里是非常正常的，所以大家可以发现微博此时的理解已经和 LNG 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了。LNG 他还在冲阵我们互冲的理解上，而微博已经开始全面转向保护了。第三把的大叔他和阿木木一样，他也不是说我选出来这个开个团，然后队友一起冲进去开团，而是老老实实跟你打阵地啊。所以第二把微博虽然输了，但理解没问题，只是拖到大后期，永恩武器都有土龙魂加持，那你想保就很难保了。但中期很长的时间微博能够有主导，那这就够了，你不可能把拖到大后期的呀。所以在微博自己失误输掉一局后，也自然在第3局等到了 LNG 的失误，这就是 BO5啊。第3场是 LNG 整个 BO5 BP 做的最完整的一局，冲阵体系很完整，但微博的保牌落位也还是很舒服的。这把他们是拿了布隆，然后一个艾希一个纳尔就对着前排猛射，这把行就一直在死，但正因为他们抱团够强，微博最后也才有那一波落位拼男爵的机会。卡莎的这波飞只能说选择有点可惜吧，梦魇已经选择进去了，他不跟梦魇是一定会融化的。实际上这波团战在武器中箭同时大数反手大招导致武器完全跟不上后，就已经注定结局了。梦魇不飞，后续就是完全你不可能再进场的废物，然后就后续也没有任何能够留下微博机会，你总不可能武器开个 E 跳进去1留5吧。而有男爵 buff 然后就也很难打，这就是为什么我跟大家说肉搏啊，因为波团你只要打到底，后面大家一定是搅在一起的，这就是这个版本团战的画面。而微博很敏锐的捕捉了在这种版本自己擅长的点，通过换线的运营达成阵容想要的中期，最终完成了3比1的轻取，挺进了4强，再次向我们证明了英雄联盟世界赛比的就是进步，这个进步不是操作而是理解。整个 BO5 你可以看到刘青松开始疯狂的预判了，疯狂的做事儿了，而且根本不会死，因为这个版本理解对了，选的也对了，所以一切就对了。我只能说恭喜微博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一条路。冲阵体系当然也是不错的，但 LNG 没有在 BP 端做的足够完整，没有限制好对手的 pick， 反而是越选越晕，到后面甚至都不知道哪些英雄适合自己了。无论是标剧还是微博都证明了你不要无脑追别人的版本理解，而是走适合自己的路才是最重要的。那些去抄根基韩华小火龙的队伍现在都走了7七8八的，现在无脑梦魇狐狸也走了2个。这个版本我认为没有绝对强势的英雄，只有合适的 BP。在8强淘汰赛开始已经开始出现了阵容思考上的分化，所以接下来我会更新更具体的一些版本分析。当然我还是推荐没看过我上一期版本分析的观众可以稍微先补一下，版本理解是个不断螺旋变化的，那先看了上一期我们才能讨论下一期。那本期内容就先聊这么多啊！赛事周报本身还是以回顾性质的栏目，内容不会讲太深，那想看更深入的版本理解的可以关注一下我，那我是元某人，下期我们不见不散，拜拜。